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最近面具人更新节目的频率稍微低了一些啊，主要呢是因为我最近在戒酒啊。前几天细心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观察到了，我办公桌上的酒瓶子没有了。以往呢，你们看我办公桌上都是摆满了酒瓶子啊。我这个人呢，没啥别的强项，就是意志力还算不错吧。目前呢，我也已经成功戒烟了。这已经是戒烟的第3个年头了，我的烟龄有20多年呢，我初中就开始抽烟了，这不照样戒了？但是呢，这个戒酒呀，就一直很难戒掉。面具人，我顺便问大家一个题外话啊，你们觉得是戒烟难呢，还是戒酒难呢？觉得戒烟难的请留言打1，觉得戒酒难的请留言打2啊。抽烟喝酒对身体不好，我也劝大家尽早戒了。那我戒酒的这段时间啊，人的状态是比较没有激情的，现在缓过来一些了，可以给大家做节目了。今天我要讲的可都是重磅消息啊！你们看，比特币、以太坊今天又大跌了，是不是印证了我上期节目中说过的，市面上放出来的所谓的美联储不加息等等各种各样的利好，都是为了让你看到而做的利多行为？那么问题就来了啊！这一次今天的这个下跌是到头了呢，还是说仅仅只是个开始啊？你们仔细的听完今天的节目就能明白了哦。我今天还想给大家讲一下币圈现在的生态问题。那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避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割韭菜了，那可不能怪我啊！以后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以后，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和你的狐狸钱包地址，我就会从答对的人当中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给你发点福利啊！那为了公平起见，你们的留言暂时隐藏，3天之后我会显示出来。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好，我们来讲正题啊。咱们先来看一下盘面啊，比特币最低跌到了19870块钱左右，而以太坊呢也差点跌破了1000亿的大关啊。目前这2个币都在这个范围艰难的维持着、挣扎着，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这种行情呢，说白了其实没什么好讲的，下跌只是基本面而已。加息的威力还没有完全发酵，如果是没威力，那我们就继续加息嘛，这就是美联储的态度。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机构、基金，他们为了最大化的减少损失，当然是要豁出老命来，尽量的保持盘面偏多，尽量的散布利多消息，拉盘吸收韭菜赚钱。毕竟这个加息是不可逆的，也挡不住。你没有办法去左右国家去干什么，对吧？所以呢，他们也只能做这些小动作啊，捞点韭菜，然后一割，等加息完了以后直接放水，是不是？直接往下砸啊！但是他们在砸之前已经吸收够了足够的筹码，所以呢，各位啊，我上期节目是不是告诉过你们，没必要顶风作案，在这段时间呢？也就是抓跌破位，赚点零花钱就对了，对不对？那关于加息啊，面具人，我想给大家说个消息啊，也比较重要，很重要。美联储的梅斯特表示，希望明年利率高于4%。那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这就意味着7月份加息啊，美联储现在考虑的是加50个基点还是加75个基点，能加多？现在这个美联储他们的官员提倡的加息幅度是75个基点，那么这也就是说，7月份加息75个基点基本上是底线，或者说是起步点，有可能会加息的更高啊，因为美联储希望明年的利率加到4%以上啊，那这样算下来的话，就有可能出现重度加息的可能性的。而且美联储还传出过不惜一切代价加息的态度
所以呢，各位，你们再回想一下我上期的节目说过的那些什么这个机构那个财经网站发布出来的什么美联储不加息了，美联储甚至可能考虑要减息的这种消息，是不是为了配合盘面拉盘，吸引你们投资，割你们韭菜的？是不是今天的盘面已经给出你们答案了，对吧？那么你们考虑一下啊，才加息了50个点，75个点，现在的盘面就成这样子了。下个月美联储再来一锤子加息，你们觉得市场能扛得住吗？你现在抄底与否啊，是否重仓，真的是命运的抉择了。很多投资者都是死在抄底的这个行为上的。币圈现在是没有任何风险抵抗能力的，没有任何偿债能力的。币圈的项目方，他们是没有任何服务和产业或者是产品的。目前的币圈就是纯粹的资金游戏，一旦是利息扛不住了，他们只有2个选择：破产或者是跑路。你不像实体产业还有资产可以变卖，而币圈你说你能变卖啥呀？一堆空气币，你卖给鬼呀！所以呢，在这个大跌的季节啊，已经跌了好几个月了。但是呢，这种行情是很多土狗币、土狗盘、土狗 NFT 的春天。为啥呢？因为市场疲软，很多有点闲钱的人，大家都还是观望状态，因为市场不好，不敢投资嘛。所以呢，这些人手里面的流动性是比较充足的，那这就会给很多土狗盘子有可乘之机了。在大家闲的没事做的时候，手里面又有闲钱的时候，刚好流动性又都很充足的时候，这个时候呀，只需要一些包装和吹牛逼啊，什么逆势拉盘呀，什么革命性的革新呀，什么华人之光呀，什么元宇宙呀，未来的指标呀，把牛逼吹得越大越好，这样就能很轻易的把玩家手里面的钱给骗出来。然后呢，人家再随便找个理由，比如呢什么清退大陆用户呀，什么华人之光没有了呀，什么黑客攻击呀，大环境不好呀，或者是干脆什么都不说，直接跑路，就是这种情况。那为什么他们敢这么做，也想这么做呢？因为在普遍悲伤的、亏钱的人遍地爬的大环境之下，现在大盘不好，整体环境不好，大家基本上都是亏钱的，只有极少部分人能赚钱。所以呢，这大部分人大家就算被坑了，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应激反应。毕竟你惨我惨，大家都惨，所以呢，大家心里面也就能平衡一些了。那项目方也就不用担心被追责的问题了因为你亏钱了是吧？网上随便找2个人一聊，哎呀，我也亏钱了，哎呀，他投的盘子也跑路了，那这样的话，大家都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对不对？心里面平衡了，环境不好嘛，盘子跑路是常态嘛，对吧？所以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成就了土狗盘跑路盘的春天，土狗币、土狗盘、土狗 NFT， 大家一起跑路。最近有很多的跑路盘都是这种套路在他们卖之前那些牛逼吹的一个比一个响亮然后呢，钱收到了以后也不搞开发了也不做生意了，啥也不弄了，然后呢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什么被黑客攻击呀，什么大环境不好呀，什么华人之光没有了，清退大陆用户了，对吧？这些跑路盘多得很，名字我都懒得说了，大家可以在留言区里面补充互相提醒，互相警惕。其实这个币圈咱们也不能怪跑路盘骗子太多，而是有良心的人太少，见义勇为的人太少大家也都希望看到对方亏钱。在我们华人圈华人币圈里面盛传的一句话是什么？看别人赚钱比我亏钱都难受，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嘛。这个生态挺畸形的。其实
目前啊，币圈真正做产业、做生意的人太少了。现在币圈的状态差不多就是零门槛的初创企业融资的最好渠道、最便利的渠道啊，随便一个项目写点文案、做点 PPT 就能发币，就能卖 NFT， 对吧？请点水军，请点博主打打广告，他就能卖个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啊。那你买他的币，买他的 NFT， 买了以后投资了，这家企业如果是良心项目方，认真做生意，倒还好啊。认真做事儿、做生意，至少还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成功了，我们这些早期的投资者也可以跟着喝口汤嘛。可是，大部分情况下啊，这些项目方他就是奔着吹牛逼、包装、割韭菜来的。那这种项目方的成功率是为零的，是为负成功率的，他是不可能成功的。而零监管、零门槛，就注定了有使命感的、辛苦赚钱的人很少。因为他们的钱来得太容易了，啊！但是你拿到这份钱以后，你想把它放大，想把它做好，之后要付出的努力和困难，以及需要的专业知识、专业人才就会非常多了，啊，甚至会亏得一干二净。那我还不如现在啊，见好就收，把你们一收割啊，网站一关，直接跑路，或者是随便编个理由把盘子砸没了，大家心灰意冷了，也就完事儿了，对吧？行业风气就是这样。你有本事你来告我，对吧？币圈现在的钱包又不是实名制，你就算闹到法院上，你也没有办法证明哦，是我拿了这笔钱，他进我的银行卡了，银行的钱包是我的啦，还是说狐狸钱包上面写我的名字啦？没办法证明，对吧？而且这还是建立在你能找到项目方人的情况下，更别说现在的项目方都是匿名的，你能找到个屁！对不对？我刚差点又脱口而出脏字了。行业风气就是这样，行业风气就是这样，没办法。所以呢，币圈有一些想要做实事的项目方，他们往成功转型的道路也是痛苦的，真没啥好办法啊。要么呢，就是韭菜们、投资者们、玩家们觉得啊，稳妥项目踏实做事儿太慢了。大家就喜欢暴涨暴跌，对吧？啊，今天投资，明天10倍，这个月投资，下个月翻5倍、8倍、20倍、30倍，对吧？那这也就成就了骗子们的池塘嘛，真没啥好办法。咱们只能调整自己的投资心态、投资预期啊。目前来说，你们仔细观察一下，市面上最牛逼的企业，什么微软、苹果、特斯拉，啊，阿里巴巴、腾讯。这些企业，他们一年的盈利率也只有10几个点儿，啊，最牛逼的企业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那你说这些网上的什么随便一个土狗，随便一个人，他就能说啊，今天翻几倍，明天翻几倍，你信吗？啊，但是韭菜信，币圈就是这样。投资者们、玩家们的文化水平低，零门槛嘛，对吧？不需要任何准入，所以呢，傻屌的环境。营造了骗子的镰刀。目前好项目真的不多，不过呢，我确实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好项目啊，能让大家每天赚到点钱的。我准备下周给大家公布，我会放出来一些能让大家得到好处的项目的。毕竟面具人我的信誉和市场的判断能力。你们都是有目共睹的，最重要的是我的情报获取能力是你们比不了的。很多项目方找我推广告啊，每天至少有10个，多了20-30个，我每个月都要经手几百个项目方呢，啊，我现在都懒得审核了。但是呢，你想一下，他们找我推项目，我问他要钱就得给钱，我问他要资料就得给资料。啊，那老板对我一个个态度都好得很，我是掌握他们的核心资料的、核心情报的。但是你们也都看到了，面具人我推荐项目的频率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而且呢，我也从来不给任何交易所打工。为啥呢？第一，我不缺钱啊；第二呢，就是我知道这些交易所、项目方，他们就是设骗局，给你们这些消费者下套，套你们、骗你们钱而来的。这些钱我真的赚不了啊，但是有些那些没出息的博主就喜欢赚嘛啊，所以各位，你们要赚钱，
一定要跟对人。先要看一看你看节目的这个人是什么货色啊，是那种每期节目下面打几十个广告啊，这个交易所那个推荐码啊，一个链接一个链接的让你发，让你注册的那种，几毛钱几块钱他都赚的那种，还是说像面具人我这种钱多了吃饱了没事干了，到处撒币，每期节目发个几百块钱的这种啊，有钱的傻屌呢？那我为啥有钱呢？格局、眼界啊，修养。如果你给你自己的定位只是一条吃狗粮的狗，那你永远都是狗。我真的不缺那点恶心的狗粮。老观众都知道我这个人的做事风格啊，我从来不推那些什么啊，我靠，今天推一个项目，明天推一个项目，就为了赚那点广告费，丢人。甚至有些博主天天在那儿注册我的交易码，注册我的推荐码，注册一个他赚几毛钱几块钱。哎呀，人人心里面都有一杆秤。总之各位少折腾，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比特币接下来还是不容乐观的，所以呢，你们也就是抓一抓整数位跌破位。这一波的下跌，比特币跌破了2万是吧？你们抓到整数位的反弹点，可以看到接近2万1啊，赚到了就跑就行了，赚点零花钱。低点的话，我们可以往1万8去看一看啊。现在说这些话都是为了投机，并不能作为你什么定投、长期价值投资的参考。去年就有人喊长期投、定投，那从去年定投到现在，那简直是亏得连裤裆都没有了吧？各位，网络骗局很多，小心上当。如果你想紧跟我的操作策略，或者是参与我接下来的优质项目的话，总之呢，我的项目都是我自己参与去做的，我自己有投资的啊，我不会说像那些博主零仓位的叫你买啊，好得很，这个广告一打，那个广告一打。我看好的项目，那我肯定投资啊，赚了就赚，亏了就亏，你们跟我是平等的。我从来不会说跟交易所、跟项目方联合做局，给你们下套，然后呢，我挣他们的狗粮。想要跟着我玩的，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你们还是可以继续的跟着那些什么博主的鱼池里面去捞鱼吧，是你捞他，还是他捞你？我希望你们能看明白这种最傻逼的物理原理。拜拜。